在满人统治下，满人跟蒙古人是更高地位的，汉人是比他们低的地位的。这个梁启超造了这个概念，叫中华民族。五四运动是远为占压倒性的思潮，是民族主义。哪怕是像胡适这么先进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也，即便是他在那个时候，也是远为受到更大的影响的，是社会进化论，人权高于主权。但是呢，在中国就反过来，对压制人权的地方，他永远会用这个主权的方式来压制人权，而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工具。皇权时代的中国，就是帝制下的中国人有种族歧视这个概念吗？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当它是一个帝国的时候，这个如果我们用比较更广的关于帝国的这个定义啊，或者讨论的方式啊，更广的意思就是西方通常使用的方式。那凡是帝国，就意味着是多民族的，几乎就是定义，就是多民族的才是帝国。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西方世界，在欧洲，这个民族主义是这个18、19世纪才产生，其实更主要的真正大爆发是法国革命之后，就19世纪了。就是为什么这么晚？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历史上，比如说罗马帝国，比如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呢，它都是多民族的。然后呢，这些这个欧洲的这些君主国，其实呢，哪怕不是帝国的时候，他那些君主国呢，他那个君主全是跨国的，就是他不是按照民族来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比如说英国的王室，跟西班牙的王室，跟这个德国那些王国的王室，法国的王室，全是互通的。对，甚至俄罗斯的王室全是互通的。是的，就是他们讲究的是这个王室的血缘互通，而不是本民族的人，就是他没有限制，不是按照民族限制的。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呢，他就不太有民族主义。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呢，其实真正大的产生就是这个法国革命。这个因为法国革命带来的就是战争嘛，就是法国跟其他国家的战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法兰西民族一下子变成一个概念，就是很强，就是这个他跟这个其他的作战，所以从这儿来了一个刺激，然后呢，接着就是这个德意志民族要统一，然后意大利的民族要统一。所谓民族是指的讲德语的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他要统一，然后这个分别这个，他们认为这个英国人是这个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英国也的确，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在英国，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到比较晚才产生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影响到中国了。那么中国在这以前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是个多民族的帝国，对啊，所以呢不存在这个民族主义，因为是满人，在满人统治下，满人跟蒙古人是更高地位的，汉人是比他们低的地位的，所以你要讲到整个中国范围，那是个帝国。所以你说中国的范围里，这个帝国是什么民族主义？那说不出来，因为是满人跟蒙人比汉人地位高，是统治了这个汉人，甚至藏人可能比汉人地位都要高，因为他们是更是这个喇嘛教的，这个东西实际是欧洲的民族主义传到了中国，刺激起来在中国
产生出来这个东西。那么产生出来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梁启超造了这个概念，叫中华民族，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呢，你这个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汉族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不清楚的概念，就是什么叫汉族？因为中国呢，这个帝国的时间很长，就是自从秦以来，就是这个帝国2000多年，而这个帝国就刚才讲了，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疆土广大，它是多民族合成的。对。然后这个多民族合成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同化，就是许多其他的民族都同化。你比如说，在这个西方这个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怎么定义？就是怎么定义的民族主义？它的定义基本上是用语言定义的，而在中国是早在秦始皇的时候，它变成了同文，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同一个语言。就是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少说有几百种，所以如果你是按语言划分民族的话，那中国的浙江人和北京人都不是一民族，对，他们是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民族嘛。对，这是本来在这个西方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这个语言是划民族的一个基本界限。那但是中国呢，它都是书写的时候是写成同样的字了。这个是这个从秦朝就开始了。所以他把这个书写文字给统一了，但是语言并不是统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什么叫汉人？这个而汉其实是从汉朝来的，但是汉朝它是一个帝国，这个汉朝这个帝国是跟这个罗马帝国的规模一样大，这么大规模的帝国，实际上它是许多的民族。然后后来这个中华民族，就是所谓中华民族。他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许多民族进来，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穆斯林，甚至犹太人，就是许多的外来的民族都曾经在中国，然后这些民族逐渐都没有了，然后你就说这个管这个穆斯林叫回回，实际上很多回回这个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都被同化成所谓的汉人了。它这个整个是个同化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讲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本来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你这个广东人讲话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话，所谓普通话，这个在英文里叫 Mandarin， 就是满大人说的话，就是广东人说的话和满大人说的话根本就是两回事。对，而且他们广东人的那种说话法也可以用这个文字记下来，记下来是互相是看不懂的，就是你这个我们粤语写出来看不懂，对，是我们是看不懂的。所以而这个梁启超自己是广东人，他讲的是广东话。对，所以呢，他就发明了这么个概念，叫中华民族。其实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你换位思维，那不就相当于讲美国民族一样了吗？就是美国是这个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民族跑到这块地方来混在一起的，是个大杂烩。这个大杂烩，所以今天在这儿没有人叫美利坚民族或者美国民族，没有这个民族，它的语言都是这个英语，但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种族，对，许多的民族都在美国。就是当时就是梁启超发明了用这个其实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一直至今，中国人要讲他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他要讲中华民族。这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呢，它是这个通常记载是说五四运动讲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是科学与民主，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事实上五四运动发生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五四运动从一爆发的那时候起，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远为占压倒性的思潮，是民族主义，就是远为这个占压倒性的
传播的思想是民族主义。那么当然它有当时的这个民族主义大爆发和民族主义大发展的，它有一个重要的世界的背景，那个背景就是1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个把这个战败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划给了这个其他的战胜国，就是德国的给了日本，那么这个而中国自己又是战胜国之一，所以呢，人们会认为被欺负，这是民族斗争，这是民族斗争，就是这个由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这个被人压低了，然后别的民族在中华民族上头了，那么中华民族就必须奋起这个搏斗，来重新收回中华民族自己应该有的这个国际地位。实际上，这个毛泽东也强调过这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的这个地位啊，孙中山呀、毛泽东都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这个美国呢也很长时间里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个民族主义党。原因呢，就是因为毛泽东也是大量的讨论，就是中华，他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个错觉，觉得他更像是民族主义，而不是这个共产党。所以刚才听的这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是不是从内核和表象都很像，而且其实是互相交叉的，就都是跟这个中国的这制度基因是有关系的。对，他是这样，就是这个社会进化论，在给定中国的制度基因的情况下，社会进化论是远为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民族主义都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就是大众会很容易认为我自己的那个民族更重要，然后我自己的民族就要更优先，然后我要压过别的民族去。但是呢，这个民族主义呢，这个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民族主义会和这个宪政发生冲突呢？这个原因呢，就在于呢，因为宪政呢，它更关心的不是整个民族作为整体，宪政它更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人的权利。然后呢，中国人呢，他们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上传统上，因为个人没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人们没有这个自己个人的权利的意识。然后没有个人权利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产权是在皇帝手里的。就是人们认为，比如说，很多人说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私有产权，从宋以来就有私有产权，这是一个误解。就是从宋以来，就我们讲的不是民国时期，我们讲的是这个中华帝国的时期。就是帝国时期呢，这个土地的最终的控制权是皇帝的，但是呢，皇帝允许这个私人有使用权，允许私人有对使用权的处置权，但是你没有最终的控制权。所以呢，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然后任何人不许碰。任何人不许碰里边有个重要的含义，任何人是谁？包括政府。就是这是你的东西，政府也不能碰。中国人没这个概念的。就是如果皇帝说这个东西这个皇帝要拿走，那你这个普通人是认为当然的，皇帝要拿走就拿走，就给你也是皇帝赐给你的，拿走也是应该的，就没有人挑战这个事情，就不能挑战。他这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这不能挑战，这就是社会共识。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在这个中国变法之前，变法我指的就是最后清末的变法，就是1906年之前。1906年是因为这个清朝的晚期把法律给改了，就是建了法律了。在建那个法律之前，中国的所有关于产权的那些法律都在刑法里。它在刑法里，这就很重要。就是本来呢，
这个产权呢，在这个有法律传统的国家里，产权是民法，对，是民法。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法律的传统，在这个整个的法律建立，在历史上是民法在先，公法在后。就民法在先，公法在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民法是从原来就有私有产权，然后是人和人之间，当他们在产权上有纠纷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法是用来应对人和人之间的，原本那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之间这个怎么样来处理，那么这个民法是干这个用的，所以是这些东西在先，然后呢，你为了要让这个民法能得到执行，后来才有了政府，有了政府以后，政府跟这个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才有了公法，而这个所有的刑法都属于公法范围，因为那是政府来执行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整个法治发展的历史的这个渊源，而中国是没这个东西的。中国从这个一开始，所以中国人就是这个里边有个很麻烦的事儿，就是这个在这个法律叫做 law， 这个 law 呢，你在这个西方语言的这个语境下，这个 law 呢里边不仅仅是我们翻译成法律的这部分的内容，它同时又是规律的内容。所以这个 law 呢，原本它指的就是这个，它是说这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然后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它有它自己运行的这个规律，所以他管那个叫做 law。所以呢，他把这个法律，所以他们有这个所谓自然法的这个概念呢。自然法的概念指的其实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财产，这都是民法呢，他们这本来就是自然法的概念。而这个人天生就有自己的权利，人天生就有这个财产，这个财产是你天生的自己的权利的一个部分，这都是自然法的概念。而它之所以叫自然法的意思，就是上帝造来的人天生就有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就有这个规律，所以那个法呢是这个规律的表现，它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不是这么发展过来的，然后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中国现在把它翻译叫做法呢，那是法家的那个字给用到这上头来了，所以中国人关于法律的概念，往往他的骨子里是法家的那个概念，而不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law 的这个概念，它不是 law 这个概念。law 这个概念里边有规律性的含义在里头，而不这个中国的法呢是政府强加给你的，而且政府是使用暴力的，法家的那东西是使用暴力。你在西方的这个法律的演变的历史中，公法是要用暴力的，对，在最后，公法是最后的。比如说刑法，刑法都是跟暴力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刑法是公法的部分呢？因为这是要政府用暴力来执行的。然后刑法针对的是什么呢？刑法针对的是谋杀、抢劫、放火，然后这个欺骗，就是欺骗才是这个刑法管的范围。但是呢，你这个财产的纠纷不是欺骗，更不是抢劫，不是谋杀，所以那些东西呢都是这个民法的范围。但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系统下呢，这个东西传统上就是没有的。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就在于至今中国也没有法治建立起来，然后呢，普遍人们对法律的这个认识，就是大多数的人实际上仍然这个不是这个 law 的认识，而是这个法家的法的认识。那么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上的原因，这个也直接是因为这个中国还没真的建立起来这个 law 和这个 law 的这个执行，就是这个没有建立起来法治，
就已经共产党统治了。所以共产党统治当然是没有法治，因为党要控制这个法的一切，党是把法作为武器的，党是把法作为工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党把法作为工具作为武器，跟法家的思想的确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虽然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不是中国古代的统治，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关于法的解释倒是这个跟法家是一致的。对，就是这个法是他拿来做武器用的，这个然后党自己是不受这个法的这个限制的。在法上面。对，因为这是他的武器，所以这武器不能对着他了。所以呢，就是中国要朝这个宪政这个转型，实际上是需要这个需要这些必须的这些制度基因存在，它才可能。那么这个制度基因就是你先得是这个普遍的人们拥有这个私有产权。他拥有私有产权指的不是一般的他有那个使用权，而是他有天经地义的自己的权利拥有那个财产。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城市里的人，普遍都已经有了住房，但是那是不是他的天经地义的自己的财产，在很多人的心目里，这个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个他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那个土地都不是他的，然后所以他拥有的都说好了是，比如说75年，就是他那个土地是75年的权利，或者是50年的权利，那明摆着那不是他的，那不是天经地义，不是天经地义的他的权利。所以当人们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形成他有天经地义的自己的权利是需要自己保护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权利，人们需要这个组织起来，就是大家联合起来保护。那么共产党绝对不允许人们这个联合起来保护。所以呢，你这个所有的这些基本的这个制度基因在没有的时候，那么你推动这个宪政呢就有困难。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这个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情况呢，那么在当时呢，虽然不是共产党统治，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所有的朝代都不允许独立的社会组织存在，是不能阻挡的。那么这个第一，人们没有这个天经地义的这个产权，在人们没有产权的情况下，实际上人们就没有这个人权的这个概念。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是当时推动改革的都是这个读书人，就是这个儒生，对吧？比如说这个公车上书，就是全部都是要科考的这些儒生，他们这个读的书和他们的动机都是这个为朝廷，然后他的改革是为了朝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这个所有跟宪政相关的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宪政的思想传进来，这个传不开的，就是人们只是看到了跟宪政相关的一些形式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要有议会，比如说要有选举，比如说要这个要写下来这个条约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些形式化的。它的背后真正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权利，然后是这个代表个人的权利，然后组合在一起来争取个人的权利，然后是来防止政府侵犯个人的权利，这些观念都是没有的。所以而这些观念你要形成，你是需要那个制度基因。这个之所以说需要制度基因，原因就是因为你要有足够大的社会力量朝这个方向推动。没有这个社会力量推动的时候，统治者当然没有兴趣保护这个个人的利益。
那么所有的改革者想的实际上是所谓国家的利益，然后当你讲民族的利益的时候，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就混为一谈。他这个讨论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讨论的是国家的利益，讨论的是这个实际上就变成了统治者的利益。然后呢，你又引着读书的人都不关心个人的利益，引着读书的人都关心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统治者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中国实际上发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比如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是当这个包括国际的环境，包括国内的这个流行的这种思潮合并到一起，那么这个读书的人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大学生了，就是这些大学生他们受的教育也很少这个关于个人的利益，还是国家。对对对，你那个时候你哪怕是像胡适这么先进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也即便是他在那个时候也是远为受到更大的影响的是社会进化论。就是他都没有真正的，就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把就是个人的利益这一点摆在最前面。就当然这里讲个人的利益不是指的他胡适个人，而是他胡适要看到社会上的个人，就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人，就是这才是最大的事情。那么比如说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就是说这个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个在现在这个争了多少年了，对，这个现在就是公认的这个基本准则，这实际上是早在这个光荣革命时期就从这个宪政的角度讲，就是清楚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但是呢，在中国就反过来，但是呢，你在这个压制人权的地方，他永远会用这个主权的方式来压制人权。而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工具。这个民族主义它就是认为主权跟民族主义是在一起的，所以你这民族主义越推的这个猛，你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声音就越大，然后你这个个人的这个权利、人权的东西要服从于这个，这就是也就回到了昨天我们讨论卢梭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卢梭呢就是鼓吹这个主权的，卢梭呢就是鼓吹这个普遍意志的，这个普遍意志指的就是这个主权的意志。然后呢，这个卢梭的变化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法国革命之前，它是绝对君主制，在绝对君主制下呢，君主就是主权，这个主权是君主掌握的，君主就是主权。那么卢梭呢，你可以看成它是革命性的这个提法，它是人民主权，就是说这个主权不应该是君主的，主权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人民主权呢并不是卢梭先提出来的，这个根本就是这个洛克的时候就都用的就是人民主权。这个你看，这就是英国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英国呢它在就是哲理上它是人民主权的概念，所以呢实际的主权掌握者是议会。就人民主权怎么体现的？体现的就是这是选出来的人在议会里代表了这个拥有主权的人，然后这个主权的表现是在议会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重要的事儿。但是呢，他的宪法没写这条，所以呢，他的这个国王出来这个登基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主权，但是他实际上他不是，他可不是主权，实际上主权是在议会。然后这个法理在英国是深入人心的，这个人所有人都认为主权不在君主，主权在我们，在我们执行的方式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进入了议会，然后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议员，我们可以这个下回换这个议员。然后这个用这个代议制的方式来执行我们的这个主权。那么
这地方就是英国，就是洛克的思想跟这个卢梭的思想剧烈的冲突。冲突的地方呢，就在于这个洛克的思想呢是人权在上，然后主权是服从于人权的。然后这个主权实际上是因为人权的原因，那个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我们这个把一部分的权利用选出来的这个人到议会里来执行那一部分的权利，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基本权，我对于我的权利的控制基本都在我自己手里，只有我出让的那一点点是他那个人作为代表去帮助我处理。但是呢，卢梭呢是说呢，这个主权是压过了人的自由，就是这个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这个如果你的个人的这个你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公众的这个它叫做 general will， 就是这个普遍意志，就是你跟普遍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意志就要使用暴力，能强迫你，就是普遍意志可以强迫你执行，强迫你放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那么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后来就变成了极权主义使用的这个法理的基础。那么这个法理的基础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讲了这个要形成社会共识嘛，你的社会共识你一定是要有说得清楚的道理的。那么他这个说得清楚的道理就是从卢梭这儿来。